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雞腿不要總是紅燒或者是凍湯，其實只要一個電飯鍋就能做出比飯店還好吃的鹽焗雞腿。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，準備適量的雞腿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加入1大勺的食鹽，然後下手在雞皮的表面揉搓一下。因為雞腿的表面有些許沒有完全處理乾淨的絨毛，還有一層汗漬，就像人體出汗留下的污垢一樣。這也是雞腿腥味的重要來源之一。食鹽有很強的摩擦力和去污能力，像這樣處理一下可以減少很大一部分的腥臭味。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都淘洗2遍。挑選雞腿，我們要挑選這種新鮮的，雖然有點小貴，但是做出來的成品比冰凍的要好吃太多。看似平淡無奇的雞腿，其營養十分全面，富含優質的蛋白質、低脂、低熱量，而且富含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。尤其是长身體的小孩子們，適量的多吃一些雞腿，對身體非常有益。把雞腿淘洗成視頻中這樣就特別的乾淨了。把處理好的雞腿放在調盤中，然後再澆上滾燙的開水，利用高溫讓雞腿表面的蛋白質快速凝固，既能去除表面的雜質和殘留血水，還能讓後續醃製的味道不容易流失。像這種新鮮的雞腿其實是不用焯水的，不然的話營養很容易流失。燙製的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大約在3分鐘左右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料，準備多一點的香蔥，切成5公分左右的小長段，切好放在盤中。1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切成厚片，切好和蔥段放在一起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紫皮洋蔥，切成小塊。洋蔥分為2種，白洋蔥含水量高，辛辣味比較淡，口感清甜脆爽，可以生吃或者涼拌吃。紫皮洋蔥香味更濃郁，平常適合炒着吃。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現在的雞腿也已經浸泡好了，經過浸泡之後去除了表面的血水和雜質，直接控乾水分。接下來就是關鍵的一步，把處理好的雞腿放在廚房紙巾的表面。我們要利用廚房紙巾的吸水性，把雞腿表面的水分吸乾。原因是擦乾水分能讓醃料更好的附着在雞腿的表面，醃製時入味更快，後續烹飪還能讓雞皮更脆更香。添加這個步驟就不會影響入味的效果，這一步特別關鍵，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來。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加入提前切好的薑絲、蔥段，加入30克左右的生抽醬油，然後再加入10克左右的紅燒醬油上色，加入1包鹽焗雞粉，商超、網上都有售賣，加入大半勺的花生油增加香味。因為生抽、老抽、鹽焗雞粉都有鹽味，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添加食鹽或者是雞精、味精了。充分的攪拌均勻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接着把準備好的料汁直接淋在雞腿的表面。我們要提前把雞腿醃製一下。用手抓拌的時候，可以輕輕的按摩雞腿，這樣能夠破壞雞肉表面的筋膜，讓醃料更快滲透，還能避免醃製後肉質花柴。我們盡量的多揉搓一會兒，讓醃料滲透到雞肉的紋理中。很多朋友做鹽焗雞腿，稍微的醃製一會兒，那樣做出來難怪不入味。經過這樣不停的揉搓，可以使醃料滲透在雞肉的紋理中，比單純的浸泡入味更徹底。現在是冬天，我們至少醃製3個小時左右，
如果是夏天，1個小時就差不多。然後再封上保鮮膜，密封起來。主要有3個作用：第一，鎖住醃料水分和香味；第二，防止串味和污染；第三，加速入味速度。接下來準備一個電飯鍋，把洋蔥鋪在電飯鍋底部，切好的薑片和蔥段也加在裡面。這個時候的雞腿也已經醃製好了，每一層表皮都裹着金黃色的鹽焗粉，雞肉的每一絲紋裡都滲滿了醬汁。現在的雞腿不管是表皮還是肉裡都已經吸足了香味和醬汁。把雞腿直接鋪在洋蔥和薑片的表面，底部加入洋蔥、香蔥以及薑片，這樣不僅防止粘鍋，同時在加熱後釋放出芬香物質，可以給雞腿去腥增香。料汁千萬不要浪費了，全部淋在雞腿的表面，扣上蓋子，然後按煮飯鍵上氣大約6分鐘左右，然後再調成保溫，大約也在6分鐘左右，這樣方便雞腿更好的入味。時間到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一股鹹香的熱氣直接噴出來，金黃油亮的雞腿裹着淡淡的蔥薑香，看着就想流口水。燜煮的時間也是根据雞肉的老嫩程度，今天用到的是三黄雞的雞腿，比較容易熟。如果是老母雞的雞腿，我們就要多燜煮一會兒。在不燙手的情況下，把雞腿直接取出來，蔥薑已經完全的釋放出了香味，我們要把它們處理一下，稍微的涼透一下，準備乾淨的案板，然後剁成大小相同的塊，也不需要剁太大，這樣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接下來把電飯鍋裡面的湯汁淋在雞腿的表面，讓料汁裡面鮮香物質能2次附着在表皮，讓鹹香味更濃郁，還能讓雞腿色澤更油亮誘人。加入切好的蔥絲或者是香菜點綴一下，一道營養又美味的電飯鍋鹽焗雞腿就這樣做好啦。金黃油亮的表皮泛着誘人的光澤，肉質鮮嫩多汁，不管是直接啃還是拌米飯，都是妥妥的下飯神器。廚房小白也能夠輕鬆的複製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